我就找了一个当地的会当地语的朋友带我去医院，大夫说是贫血性白血病。我当时懵了，那一瞬间呢，我第一想到的就是给我爸、我妈打个电话。那会儿是凌晨4点钟啊，因为我呢从小是跟我爸妈是一个什么关系，就是不会说我爱你，也不会说对不起的，或者是我的工作你们听不懂，不要听，啊，你们问我就啰嗦。就那种，然后当时我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，我爸和我妈在大连，有1分钟没有说话，我就听见我爸的鼻涕声说了一句说什么时候回来？我说我过年之前一定回去。我说爸，我死也死家里，你放心。然后我就躺在床上，我说我那会儿的害怕程度是没有的，没有害怕，只有懵。躺在那儿，哦，我当时还有一个职业病，就是哦，原来得了绝症不会哭。早上之后，大夫冲着拿着换药单进来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们误诊了。”经过这次事之后呢，我跟我爸和我妈的关系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就是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，因为我情绪的问题，我没有接电话，然后他又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我说爸，你别烦我，我说我真的不想接你的电话。他给我发了这么一整条，我那天打开看了一眼，我直接绷不住就哭了。他上面大概写的是说，自从你上次背书写的事儿，你所有不接的电话或者你的情绪，我都会很揪心。这是我第一次跟你讲这个事儿，也是最后一次。我想告诉你的是，我很担心你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跟爸爸说话？那会儿我在北京，屋里全黑的状态，我给他回了个微信，我说爸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这么跟你说话，我错了，你给我点时间，我打给你好好说。我就在想一个问题，我们为什么在自己觉得自己挣钱能养家的时候，对父母不担心，或者你觉得你的工作父母听不懂，不想跟他们分享？其实你最应该分享快乐的就是他们俩，因为他们俩是最爱你的人。还有一个事儿，我想说的是，他们在你这个年纪，30年前，也是一个怀揣着梦想的少年，他们的梦想，他爸妈可能也听不懂，但是他们也是有梦想的，梦想都是一样的，只是东西不一样而已。我想说的是，当父母有一天包容你的情绪了，害怕跟你讲话讲不对了，或者看你脸色的时候，就代表父母真的老。所以我感谢这次让我重生的机会，我拿我19年之后所有的时间，好好爱他们。谢谢老师。好，谢谢。补充一下，刚才他有个心理动作让我已经猜到他是一个误诊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他的形体的表现？我没有。有，他的突然间对于这个常讲那句说话机的那个轻佻，生命的故事，我就知道他是一个误诊。所以我会留意所有人，我会猜我们观察人为什么要你看他的，对，好，来吧。讲一下。哎呀，我要讲的一个事儿也很简单，就是关于家人的一个事情。我从来没有在一个特别正式的一个场合感谢过那个人。那他呢，就是我的哥哥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然后当然我那个时候长得比较高嘛，我就会经常欺负他。你想一个弟弟会打哥哥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可能长得很高，我就经常有一次我把他那个拿个石头，我就把他的眼睛给差点砸瞎了。然后后来就没有怎么联系了，直到我后来上了就是初中，然后那个时候才跟他再有联系。后来我上了高中以后，我没有钱，我也管我哥哥要钱，我也管我哥哥借钱，然后我哥哥就虽然他嘴上不情愿，然后呢，但是他每次都会拿钱给我。再后来我就读了大学以后就出来做模特嘛，就开始赚钱了。但是我哥哥那个时候就不联系我了，就是我也觉得他好像就不联系我，我就一直没联系他。后来直到我有一段时间出了一些事儿，然后家里出了一些问题，然后我管他再借钱，他还是义无反顾的借给我。
你想我要的钱还是有一点多嘛。我哥哥其实没挣什么钱，他就是一个普通上班的，但他还借给我。对，然后我想跟我哥哥说，算了。太好，太好了。纪凌尘老师，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就是不会外化自己这个内心情绪的人吧，就觉得他是一个平时生活中也比较快乐的那个。但当他讲到他哥哥就是也没什么钱，然后把钱借给他，然后他的那个真情流露，我当时是被打动到了。早上好，我是洪瑶。今天我想分享的，其实我一直在三犹豫，要不要去讲一些我藏在我心里很深的一些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解开的事情。对，我和我的奶奶一起长大的。因为小时候我爸爸常年不在家。去做货运的，所以是经常出差。奶奶是离异家庭，我没有见过爷爷；爸爸也是离异家庭，我没有见过妈妈，所以一直是我们三个相依为命。上到差不多快高中的时候，我爱上了跳街舞，可能是因为爸爸一直说，你就找一个你热爱的事情，就一直做下去就好了。他是一直在支持着我做我想做的事情。我就爱上了街舞之后，有一年我就有机会去参加一些各市级的小小的比赛。我记得那是08年，我奶奶还是坐在家里，很富态的样子。她说：“我小名叫鹏鹏。”她说：“鹏鹏，你晚上想吃什么？我晚上给你做。”就很常态。然后我说：“那个晚上我不吃了，今天我有比赛，下午可能会聚在一起，晚上很晚再回来。”我说：“你不要跟我做饭了。”她说：“好。”我就走了。等到晚上8点多，我比完赛，我跟朋友们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我爸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。他说：“你奶奶。”一个老家的电话，是派出所打给我的。派出所说你爸在公园倒下了，又是那种感觉，又是那种感觉。但是当时我很冷静，我第一反应是，我只有一个人。就是我自己了，我要扛住，我不能倒下。我就第一时间回到家，处理了一些他的后事。其实我一直都不接受这件事情，在我心里。突然有一天，我打开他以前的那个手机，我看到我们之前的对话，
我还会说他对我不好。我说你从小到大没有爱过我，我奶奶怎么样的，他就很平淡的去说这种事情，他不想提我奶奶的事情。但是等我缓过来神的时候，就是我才知道，我奶奶走的时候她有多痛苦。因为她走的时候，我是真的痛到没知觉。我女朋友看着我，她会觉得我真的很痛，我已经痛到没有知觉了，这是我想分享的。对，谢谢。对，小修就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觉得不能痛到没有知觉的啊。洪瑶听完他的讲述之后，就真的感觉，如果这个事情到我的身上的话，我就感觉我也很痛苦。他说：“原来你面对你最亲的人离去，你可能第一感受不是伤痛，而是愤怒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这个就是太细节了，就是很多编剧你是编不出这样的情节的。”哎，我反正听了这些故事哈，我都很感谢同学们对我们这么信任，把自己的心里话都能跟我们说。无论我在哪里工作，我都归家4件，我的女儿。哇！我在家呢，主心骨是我的母亲。然后8岁叫我妈，我跟我姥爷一块生活。我决定了学表演之后，我爸是非常反对的。我想证明爷爷看其实我在我事业上面也可以更加做得更好。我们家人跟我之间的感情就是这样，我可能也是不太会说出来，他们也是不太会说给我。我爱我的爸爸、姐姐，我的妈妈嘛，我当然爱。我弟呢，我虽然会忍不住的想要告发他、整蛊他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我特别的爱他。小时候是我妈妈保护我，长大之后就变成我去保护妈妈。我觉得中间有好多时间都没有陪伴奶奶、陪伴家人，我没有去陪伴他们的慢慢变老的过程。然后等我2天以后再接到他的电话的时候，他就没了。你累了就好好休息吧。我爸。以前超越班，大家并不熟悉的一群人坐在讲自己故事的时候，非常坦诚的去分享，并且泪流满面。我是觉得大家真的挺敢诚情勇敢，OK 了，今天呢，其实为什么有这些课呢？最重要是2件事：一，大家要看纪录片。刚刚我们就看了20多段纪录片，每一个纪录片都是你们亲历经过的，刻骨铭心的，而且每一个出来表现的都是真心的。所以哭就有那么多种，哭到讲不出话，哭到讲话很含糊的，哭到清醒的，哭从内心的。其实大家可以从这里看得到。第二，很想观众再一次认识你。原来你们的成长是这个样子的，经过这一场，可能观众对你们更认识，所以还那个你很好，我觉得，我不是说你就没有家庭很好，是你这个成长让你更坚强，因为我一个人走来，我都能够站到今天，以后你会更坚强，我希望你加油。你看这人的性格你就知道了，你看丁真，你看哈林，两个讲的都是开心的，因为他的人生就开心。我那天也想跟哈林讲的，他说我去试戏，结果，我戴了眼镜去探班，人家都不要我了。我说即便我就不要你了，你一定是去了现场就哈哈大笑。哈林有一个很奇怪的特质，他很幸福。
OK， 因为马上我们要拍一个回家的，是讲家，我们大部分的剧都是跟家有关的嘛，所以顺便就讲一讲这个，有帮助大家。如果选到你们了，可能你们演的时候更好。就是今天大家的分享，过去无论是在痛苦中长大，还是在快乐中长大，其实都是一笔特别宝贵的财富，留在心中。你以后会演各种各样类型人物，你不可能你这点经历要永远用，但是还有一个，就书本里，就是小说中的那些人物，他有很多细节，所以你们以后要多读书，小说中的那些生动鲜活的人物的细节。当你这个框里东西成多了，道具多了，你演起戏来随手一抓，你就自如，随手一抓。你要框里就一个道具，越演越干巴，你就萎缩了。好，就到这儿。